大家好，我是坤。一周多不做影片，有同学来留言催更了。那大成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了。之后大成的介绍、神通领域系统开放后呢，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爆肝给你们做影片的。OK，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机缘的使用啊，聊聊从无氪到不同氪度，每日如何花费机缘，对整体实际战力提升最高啊，让你在长线的养成中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获得最好的效果。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首先，在聊花钱之前啊，我们先来聊赚钱啊，让同学们对自己的进账有个大致的概念。那这边我们会把大家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无氪啊，所有的机缘产出靠游戏内的任务获得啊，然后是3卡玩家，也就是会保持月卡、季卡还有修行之路的玩家，以较小氪度保持每日一定的投资收益，最后是包含以上且保持这个每日特惠的购入的玩家啊，以及更高的氪度。那在这个机缘的消耗上呢，他们会呈现3个跨度啊，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消费力度。首先，我们来计算一下纯无氪玩家能获取的机缘量啊。我们以1周为单位来计算一下各个模块，再回归到每日收入啊。我们分固定收入和弹性收入，那这边就不一一念给大家听了啊。我这边按很保守的方式做的计算啊，写在资讯卡的左边。这种保守估计的固定收益呢，1周大约是2645机缘。平均1天在380机元左右。那除了固定收益，我们还有弹性收益。那弹性收益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标注在资讯卡这里啊。同样呢，保守估计，就算有时候神兽忘了打，那无氪同学平均每日也能获取400至450左右的机元收入。那我们这边就按400计算。好，那第2档3卡玩家，在这个收入的基础上，还有月卡、季卡以及修行之路的收入。那我们假定啊，没有，天哪，这是什么啊？不管它，好，重新来。我们假定啊，没有这个古堡的加成，那这边是120和150。好，那修行之路呢，每2周更新一次。我们默认啊，长期保持的话呢，你会落在这个，天哪，这又是什么啊？不管了，我们会保持这个修行等级3，好吗？那解锁的情况下，你可以获得300机元。那全部完成呢，你可以再获得750机元啊，总计1050机元。那平均到每日呢，就是150机元。那3卡的同学每日的收入呢，可以去到820机元。最后是第3档啊，在此基础上，看50台，获得这个500机元每日啊。那如果使用11天氪11天的败家玩法呢，啊，这个在氪金影片里有提过，平均每日能去到550机元啊，我们还是按500计算。那第3档的同学每天的收入可以去到1320机元，那在此基础上再额外氪金的同学呢，机元量毋庸置疑会更多。那无论如何啊，在获取收益后，如何去投资自己啊，在同氪度的基础上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啊。那长线下来选择不同呢，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如果你打好自己手中的牌啊，你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你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你也不会成为你本该成为的那个猛男，对吧？那每个人投入的金钱呢，就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就来分析啊，如何科学使用机缘，做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好，那在讲具体花费前呢，因为每个同学情况不同，氪度不同，游戏的阶段也不同，在具体的花费上，如果以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花费啊，只会得到对我自己的最佳方案，而不是对同学们最正确的方案。所以我们一边分析，会一边给大家一些概念化的结论。首先单独说一下药源啊，从游戏开局到最终的长线养成呢，如果你的目标是长线的玩这个游戏啊，是建议将药源开满的。特别是飞升之后啊，基本上药源就是你到法国啊最重要的产出途径。虽然开到后期很贵啊，但是核心概念就是前期不要浪费多余的机缘，在保持养成的基础上逐步开阔药源啊。我在开满田的那一天啊，一股神清气爽的感觉扑面而来啊，之后花钱都轻松了起来呢。好，那现在我们来聊聊养成类的机缘花费。首先呢是境界，那境界还是这个游戏最核心的养成。在机缘的花费上呢，主要围绕天机阁的修为福袋啊和修为密钥。那在无氪同学啊，还是保持每日2次的购入，我认为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在每日1次刷新的天机阁的这个商品中呢，如果你刷到这个3至6折的福袋啊，就可以帮助省钱。如果刷到9折或者全款的福袋呢，可以利用
每日一次的这个天机令来碰运气。因为一般5氪的天机令是一个溢出的状态，所以可以看是否能刷出更便宜的。那2档以上的同学呢，这边就建议无论打折与否，看到福袋都可以扫货。而密钥的购买是因人而异的，个人认为密钥对5氪来说，可以以宝藏阁开箱的密钥为主，配合刚达到每一个大境界时呢，少量的去做一个购买，将120%的效果吃满即可之后可以将这部分的花费存下，仅靠开箱。那2档的同学，个人认为可以吃到80%附近，3档以上的同学呢，个人认为可以购买至40%附近。好，那这部分是境界相关的花费。下一项功法，我们来讲功法。功法它是从前期至后期都十分重要的一个系统囊括大量养成的助力及实际战力的提升。对5氪的同学来说在自身机缘范围内，主要培养功法，实际收益会比主要培养其他系统都要大。那在每日功法点的投入上呢，这边给的参考消耗是50至450机元。个人认为，在100机元的范围内购买功法点都是不亏的5氪同学也一定要保持这个每日第一个50机元的花费。那有氪到每日特惠的同学呢，你甚至可以保持每日450机元的消耗在500功法点上。那日积月累，在功法上拉开的差距不论是养成的进度还是实际的战力，都是相当的明显的，这是彻彻底底的实战力。好，那3卡的同学可以根据当前这个机元储备，在100机元的范围内适量购买。好，那每周礼包300机元的要诀呢？我们看到这个，那要诀要不要买？这个众说纷纭有的5氪也是会买的。那我的想法是有的时候很急，正好卡那么1-2个的时候，有多的机缘可以买。但我不推荐5氪和3卡同学持续的保持周礼包要诀的购入机缘量不够的基础上呢，还是推荐在每周1节入侵用功勋换取要诀有双卡以上的同学，在天命赐福也会有一定的要诀产出以及活动期间看是否可以追加一些要诀的获取那核心还是保持功法点和要诀的平衡，除非你功法点溢出没有要诀的话呢，才是你适合用机缘去兑换的时候，但一般这种情况还是很少。好，然后我们来聊星辰这边给的参考消耗是50至350机元比起升星时大后期溢出呢，星辰是一直比较紧缺的状态但是和功法点不同，从前期到后期相同的价格，因为爬塔越高奖励越高，能获取到的星辰是线性递增的这边推荐开局呢，前2档的同学可以保持每日100机元花费的闭关，而随着飞升后至更后面的阶段，特别是助灵等级开放+9、+10后，我会推荐除了5氪同学保持50的消耗外2档的同学可以买到100，那3档以上的同学甚至可以保持购入每日200机元的闭关多买一次，从长线来看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9、+10之后买满200为闭关4次，100为3次，那光在这部分的产出上，别人3件+10的时候，你就可以4件+10了基础属性会逐渐拉开，导致质变好，那下一个呢是什么呢？仙游，那仙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那同样囊括大量的养成助力以及实际战力的提升，包括单效、吐纳、神通法宝增减伤、基础属性等。那在机缘消耗上呢，主要围绕这个天机阁6折的松鹤图那这边给的参考消耗是0至480机元对于5氪同学来说，虽然仙游系统蕴含大量单效、神通等重要属性，但是也要考虑逐步达到那些节点所需要花费的价格比如5氪一天400多机元的收入，3本6折图480机元一下大出血，给仙友吃下去，等级一动不动，完全达不到特殊属性激活的门槛所以5氪同学推荐还是通过每日任务及藏经阁的每周仙友礼物逐步的自然培养仙友即可。那2档的同学也同样，在开始购买6折松鹤图之前，你不如先将这部分的花费节省下来优先这个要员的开阔，在大后期再考虑这部分的机缘投入。那3档以上的同学呢，推荐在看到6折松鹤图的时候不要犹豫直接点下去就好尽量加速仙游的养成，激活重要的属性。好，接下来装备固定的花费呢，主要来自每日礼包这一包100机元的凌晨和筑起石，
这边最终决定给吴克的建议是，省下这部分的花费，与先有一样通过日常任务自然养成。而2档以上的同学推荐保持每日100G元的消耗，日积月累呢也是一笔可观的资源。然后就是天机阁这里的凌晨和助记时了，那这边会推荐2档的同学保证3折的助记时和6折凌晨的购买。那无课同学如果某时奖励多的话，看到这个价格的助记时和凌晨也可以适当的购买那3档以上的同学甚至建议在看到6折的助记时和全款的凌晨都是可以购买的，加速装备系统的养成。那气纹晶石这个东西，个人认为前期可以适当购买3折，而到会员合体后呢，装备气纹的提升主要就是靠吃装备了。这个我们在气纹升级的影片有提到过那之前可能大量购买气纹晶石的这个占比呢，也会因为一样的价格，逐渐的被后面的装备提供的经验越来越大而补上那这个除非机缘富裕你可以在会员合体之后停止它的购买。好，那再来是道法果，这个说法真的很难说在飞升第一天你要做的是这部影片中我们提到在法则系统刚开放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在药源全部转为种植道法果，且在一开始道法果是极度缺乏的一个状态，我们建议在天机阁购买道法果以最快的速度解锁闭关，并且达到全50级的倍率状态，之后以每100级为单位逐步升级法则，对吧？但是就长线养成来说，我们的核心思想还是药源优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要扩大药源，扩大每日道法果的自然产出呢，相对于治标是一个更接近治本的状态吧。那当然有湖的同学基本在药源解锁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道法果自由即光靠种植就可以达到每天满闭关的状态。但没有湖的同学，这边还是建议在药源全部种植道法果的过程中，省下长线从天机阁购买道法果的消耗，用来升级你的工厂，而不是在产能达到上限之前一直用现金从外面进货这样的概念。那同时呢，这边会带到浇灌的消耗这边建议的消耗范围是60至160G元无课同学推荐每日至少3次，也就是60G元的消耗。那2档以上的同学呢，这边建议可以完成4次。好，接下来我认为比较需要讲的是悬赏令和宗门任务。这个是否刷新要看大家的个人意愿但是我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个不想花钱重置又最大限度提高产出的方式。首先达到化神之后，两边的任务可以开始存悬赏令上限是15个宗门任务呢上限是25个。OK， 那我们在每日自然刷新解高价值任务的同时，将两边的任务控制在上限以内的情况下，每日完成品质最高的至少3个和5个任务比如这个悬赏令，我们再回到悬赏令，那你相当于有上限15个的情况下，你相当于用15个机会去 roll 3个好东西几率会比自然刷新3个出3个好东西要大得多，对吧？当然，如果超过3个好东西也可以一并解锁但至少每日完成3个和5个。OK， 那这种方式对于无课同学来说，可以在不花钱的基础上减少刷新的花费并且呢最大限度的提高你的这个产出将资源投入到更有意义的地方。那在此基础上，如果在相对有钱的情况下，可以酌情刷新。好，然后是零售的养成。一般我们在天际阁看到3折花都是会买的，但是呢我不会推荐无课的同学去做3折花的购买就算一朵3折36G元，5次也需要消耗180这相当于接近自身一半收入的机缘量了。零售的养成对于无课来说，个人认为是优先级比较低的自己都吃不饱了，你的宠物还比你吃得更好那一般无课同学推荐在制作丹药的过程中，把多余的白绿丹喂给零售即可。那2档以上的同学还是推荐保证3折花的购买的。好，那最后就是一些相对边缘的消耗了，比如这个宗门建设。那前期呢，玄晶石特别紧缺，你可以保持这个50机元的购买机元多的同学甚至可以刷到100这样子。那无课同学玩到后期，玄晶石开始补缺之后呢甚至连50都可以不用刷了但不要让你的宗主发现。好，那
这个跨界论道的次数购买呢，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进不去了啊，没事。那平时无课同学可以每日花个10纪元购买2次啊，在每次刷新后呢，往前多充一些。那最后这个吕商小童的纪元消耗啊，也不用说太多，大家都会做一些适当的购买吧，因为它会比天机阁的 CP 值要高一些。那大家看个人需求啊，酌情购买自己需要的就行。好，那今天就是针对机缘花费的分享了。在机缘的使用上，如果要细讲，真的可以十分的细啊。自己这篇攻略也是写了很久，在一个大致的逻辑框架下一直做调整啊，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吧。如果觉得有用的话，我就满足了，好吗？那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